我之前有遇到过去买东西，然后我跟他问什么东西在哪，我当时是用英语问的，然后他们就会回我说 I don't speak English。 所以总体我觉得是魁北克更像社会主义国家。我觉得像偏北欧那一种，就是高税收，但同时高福利，更政府也会给兜底。我去孕检，然后他发现我的体重没有 follow 那个曲线去增长，他就说，我想问问你，你有没有得到足够的食物？如果你没有，我们这儿有 Plan A，我们可以发一个 basket 给你。太感人了。Plan B 我们可以发票给你，Plan C 我们可以怎么样？就他给你提供很多的 option， 可能我这辈子都无法成为一个骄傲的魁瓜了，但是我的孩子他成为什么，这个完全是他们的自由。我非常赞同这个观点，因为我觉得所有的矛盾和冲突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相互不了解。又来了 Bon Sunday， 广告对花。Bon Appetit， 下期。好，我们上一期聊的是魁北克，是一个宏观的视角来聊这个法语区的如何出现的历史。那我们第二期呢，就是微观的视角。我们作为一个外国人，作为中国人，生活在当然是你们了，你们生活在这个法语区魁北克这个地方，你们觉得在各个方面有什么不同？那我们就从衣食住行方方面面来聊。首先就是房租了，就我据了解说，那边的房租要比我们在渥太华在安省这边要便宜很多，这是真的吗？真的。我觉得有便宜，但是没有便宜太多。我个人感觉，因为我有在把房子往外租，就是房东地主，所以才能躺平啊，对吧？Gatineau 已经是就是它不像魁北克了，因为毕竟它离渥太华太近，它的不管是房价还是租金都属于可能在魁北克仅次于蒙特利尔的那么一个水平。那很夸张了。就它是其实排行第4的城市，就是从那个它的规模上，它是魁北克省的所谓的第4大城市，但是只有30多万人。前3是哪些？第一是蒙特利尔，对，第2是魁北克城，然后呢？第3是拉瓦勒，就是那个对蒙特利尔边上那个旁边，对对。然后我们这是第4，但是它的租金包括房价几乎是仅次于蒙特利尔的。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哈，你从他的描述你也能看出来，就是他这大城市没几个，所以再往下就是村儿了，你不能拿一个 city 和一个就是比较偏远的地区去做一个房价的对比，这个不科学。所以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方的房价受渥太华的影响是非常高的啊，因为其实你从路程上来讲，从比如说 Gatineau 的 Aylmer 开到 downtown。甚至比从北海湾开到downtown还要近很多，15分钟，对，10分钟过个桥我就到了。然后，所以它的房价其实是非常靠近市中心的，但是以这么一个地理位置来说，它的房价其实是便宜了很多的。是的。对，然后我们还聊到就是他们的税收，我们上一期也聊到，我知道安省是13%，你去买东西的话，他都会给你下面有一个税是13%，在魁省呢14.975%，非常精确，75%，四舍五入就是15%了。是，毕竟是15和13比，还是差了2个百分点的。那你觉得多了这些税，你能得到相应的回馈吗？就是你多了什么福利是我们在这边没有的吗？孩子妈妈，先纠正一点，税不能只看消费税，我们还有个税 income tax 的那个是大头。魁省的收入税会比这边高10%左右。哇，那么夸张啊！并不是只有那3个点儿，它其实是更多的在 income tax 的这个里边，所以它在高税收的这个前提下，还是提供了一些福利的。所以总体我觉得是魁北克更像社会主义国家。是的，更偏，我觉得像偏北欧那一种，就是高税收，但同时更政府也会给兜底。那我就想知道福利在哪里，就是你得到的福利是什么？我没有得到什么福利，因为这个收入的原因。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就收入比较低，或者是你是单亲有孩子保持这种状态的话，那还是可以得到很多的魁省的优待的。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奶粉金啊，如果你是安省，那就是联邦奶粉金，然后你拿到了手里之后，就是一个固定的数。但是如果你在魁省，你除了能拿到联邦的奶粉金，你还可以拿到魁省的奶粉金，那它就是叠加的一个数，对吧？然后另外呢，比如说孩子上学或者一些课外班，你要是同等类比价格的话，
魁省会更便宜。除了牛奶金更高之外呢，还有一个是它幼儿园或者是这个就会很便宜。当时我记得好像它那个如果是公立幼儿园的话，它一天好像只需要是18.5块还是多少，就反正就非常非常的便宜。低至7.5块。哦，对对7.5块还是什么？最早的时候，我们家大女儿上学的时候是7.5块，然后可能到老3的时候变成了8块多，不到9块。那够便宜的。对，就很便宜，因为对应的话，像在安省的话，它的价格就好多倍，它是真的不是2-3倍，是好多倍。还有，比如说我们开的那个 RESP 账户，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教育储蓄账户。如果你在安省开呢，你就只能拿到联邦的 CSG，就是你存2500，他给你500那种。然后如果你在魁省开，它除了 CSG， 还有一个东西叫 QESI，就是魁省单独给你的额外的10%。就是你从这些对比上就能看出来，其实它还是提供了一些福利，但是主要针对的人群就是小朋友，小孩是最多的，家庭，或者是单亲的爸爸妈妈，就是这样子的状态。也就是说，它的社会的兜底的这个效果还是有的，就是它的政府的兜底。就你如果是弱势的群体或弱势的家庭，它还是完全能起到一个社会的帮扶作用的。然后它还有很多那种福利的项目啊，比如说，如果你是个小朋友，你在学校上学，然后到了冬天肯定很冷嘛，你是需要那个冬装的外套的。如果你的爸妈妈收入是在一个线以下，学校会直接发通知跟你说，我们有这个项目，你可以来申请，我们免费发这个冬天的学服给你。这还挺人性化的。然后包括逢年过节，比如说过感恩节、过圣诞节，他们有很多那个 food basket， 就是一个篮子里边有很多食物。然后如果你是比较穷，在这个社区里，他们就直接放到你家门口。然后怀孕的时候也会有额外的，他会配一个营养师给你，然后以确保你在整个孕期的营养是跟得上的。如果你的收入低，他会直接发你鸡蛋票、牛奶票，就各种票，然后让你去领。然后就很搞笑，虽然我的收入就还可以，但是他们依然按流程问了我这个问题，以确保我是可以顺利的度过这个孕期的。我就感觉到，虽然我没领到，但是是有人文关怀的，感觉到内心是暖暖。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去孕检，然后他发现我的体重没有 follow 那个曲线去增长，但是我觉得这是因为他的那个曲线数据是外国人的，就是不是中国人的，可能长不了那么多。然后他就说，我想问问你，你有没有得到足够的食物？如果你没有，我们这儿有 Plan A， 我们可以发一个 basket 给你；Plan B， 我们可以发票给你；Plan C， 我们可以怎么样？就他给你提供很多的 option。这不就是我们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吗？然后我说一个我曾经享受过的福利吧，就是当时作为一个新移民，这边每一个来魁北克的新移民都可以享受一个福利，就是去读法语课。对，就是首先这个法语课是免费的，就是对于一个就是你有这边身份的一个人，你谁都可以去读。而且呢，如果你能你的收入在一定的比这个收入以下的话，政府会给你发钱，就说相当于政府给你提供你的生活费。然后来让你去全职去读他的这个法语课，然后不光是法语课，就是后面如果你去读其他的课程的话，你依然可以定期从这个教育局这边去领到钱。现在物价可能涨了很多，可能不一定够，但是我当时来的时候这个钱是完全够我去租一个小的房间，然后去一些基本的开销的。还是很人性的，就是他在你需要帮助的，比如说创业的时期、上学的时期、小朋友的时期，然后新家庭组建的时期或者单身的时期，他都会给你一些这些福利。但这些福利的来源，那当然就是我们工作交的钱。对啊，哎呀，那我们再聊下个话题，那就聊到吃了。那我们作为中国人，那到哪都离不了吃。那所以你们生活在法语区，当然你们肯定在家做的也比较多了。如果出去吃的话，你们会在加利诺吃啊，在这个魁省吃，还是来到渥太华来安省来吃啊？去多伦多吃。就这两个地方其实都没有什么，这两个地方都没什么吃的，就是也不见得人家那个东西不好吃，只是我不喜欢吃，不一定能吃得惯，对，不一定吃得惯。我刚来的时候，我老公就带我去蒙特利尔，我们订了一个餐厅，就是那种还蛮豪华的，据说是那个对，那个米其林的那种，然后要提前定位，要穿的很那个。好家伙，进去吃了几个小时，没吃饱，没吃饱。法餐嘛，不停的给你换盘子，问你这道吃完了，我上下一道，但是就是它没什么量。后来我还跟我老公探讨过这件事情，我就说为什么法餐这么高级，我居然吃不饱呢？然后他说，
他们要的就不是一个饱的感觉，他们要的是这顿很精致艺术。所以其实不见得人家那个东西不好吃，也不见得是荒漠，只是我们的感受上可能更倾向于咱们中国味，对吧？中国的口味，而且要吃饱。陕西人吃碗油泼面，这个可能东北人我们的碗都要这么大，对吧？但是说到这个吃的加拿大的食物，我问任何一个加拿大人，我说那个中国有很多我们代表的，韩国也有，日本也有，加拿大你的代表食物是什么？提到加拿大是什么？我只能想到一个Poutine，所有人都这么只能想到一个。那 Poutine 究竟是什么呢？可能很多中国观众都不知道。就是炸薯条浇上起司就没了，这就叫 Poutine 吗？有肉汁儿薯条。然后这个因为它是热的，它会融化那个 cheese， 然后 cheese 块就会粘在这个上面，就这么。你们觉得好吃吗？这个顶饱。我觉得一个国家的饮食，它很多是受当地的什么气候啊、自然资源的一些影响。你像加拿大这种苦寒之地，是吧？这个它确实盛产的东西也不是很多，只有土豆了。对。然后我有一次印象最深的一次，那是一个冬天，跟朋友去一个就是滑雪小镇，然后当时天儿挺冷的，风也很大，我们在那儿走了好久，走了好几个小时，然后说又冷又饿，然后突然看到有一个卖 Poutine 的一个店。我们当时就是眼睛放光，说有救了，所以很可以理解，就是当一个冬天又冷又饿的一个加拿大人看到一个 Poutine， 他是多么的那种满足，多么的幸福。衣食住行，那就聊到行了。就是我今天吐槽了一路，这魁北克司机开车是太猛了，真的，他们的意思说，哎，加拿大人多 nice， 会让你啊，唯一的给我最差的体验呢，就是魁北克司机。我还要吐槽一点，就是。这个人在这个加拿大生活多年，居然冬天不敢开车，也敢，只是不太敢不太敢开不熟的路。而今天我是专门跑到加利诺去接他，就是因为他冬天不敢开车。那你们觉得在魁省开车，你们是不是有我这种体验？你觉得他们那边的司机更猛一些吗？因为我经常到处跑，不一定是在渥太华或者是加利诺，或我有的时候会去，比如说蒙特利尔啊，甚至哈法呀，然后多伦多。我个人的感觉是，经济越发达的地方开车的越猛。哦，是吗？对他越着急。比如说，其实多伦多人开车很猛。对，这有所耳闻。你在110限速的路上开130，后面人还逼你。其实说到这个时候，我有一个特别不能理解的事情啊，就是这边的路牌，比如说它标的是限速70的路，那我们正常理解，而且它上面写的是 maximum，就是最高限速70，这条路上没有一个人低于70。上个月被拦停了一次。哦，是吧？我打算去上高速呢，然后那边有个红绿灯，然后我就看着就快变黄了，我赶紧就是加一脚油门就过去，因为刚下完雪，如果我一个急刹车其实是挺危险的。那个路上是可以开80的，我的速度已经当然是超过80了。我解释一下 ，maximum 80。那就我们的最低限度，没有人会开80以下的。那他应该写 minimum。但是你知道这边可以超速，可以超10%是没问题的。也就是说，正常人会开到80到88之间，没有人会开到80以下的。所以我不能急刹车，我就一脚油门我就过去了。谁想呢？那旁边停了一辆警车，他就跟着我就走了，然后来活了。然后他就给我拦停了，我就停路边了。他过来就是，先给我自我介绍，人家也挺礼貌，然后 OPP， 然后先给我讲法语，再讲英语。我说 OPP， 我在这工作的，你刚刚闯红灯了。我说我没有闯红灯，我说我非常确信是黄灯。他说 You call me a liar。我就不能解释一下吗？我说你车上有没有摄像头？你能不能回去看一下你的那个摄像头，看一下我到底是有没有闯红灯？他说我不用查任何摄像头，我就坐在那里看到你是闯的是红灯。然后他就不听我辩解了，就回去拿他的小本本过来给我开罚单了。然后我车上是刚好是有摄像头的，我跟他说我能不能看一下我的视频，如果是黄灯，你能不能把这个罚单给取消掉？但是我不会取消任何罚单的。如果你有证据，你拿到法庭上去给法官看，那我说可以，没问题，我肯定会去法庭的。后面的事情就是你跟法庭的事情了，而且这个东西也不花他的钱，对吧？他的任务就完事。关键是你浪费了我的时间，你浪费了这个司法资源呢。
我觉得太可恶了，你这个，我明明是有那个行车记录仪，我觉得他应该也知道我是闯了黄灯，但如果说我没有这个记录，那我真的百口莫辩了。那法官肯定不相信我，他肯定是相信警察的嘛。这一点必须要吐槽加拿大，这个警察真的是黑警。我要投诉他，到时候开庭的时候我要投诉他。然后我们聊完衣食住行之后，然后我们作为中国人生活在法语区，你们觉得社交上是不是存在孤岛？就因为这边周围都是讲法语，讲英语的都很少，那华人肯定是没有在渥太华多了。但是由于这个离渥太华很近，我估计你社交大部分都是重心是在渥太华，而不是在魁北克吧？是的。对于你来说是这样。我因为工作和社交，还有我的很多圈子，其实都是在渥太华这边的所以不存在这个两地的隔阂。但是你要说说到这个社交和法语人群，这个确实是存在隔阂的。就是因为我确实说不了那么流利的法语。你法语挺好的，你应该还行吧？我的主要隔阂是我不爱出门，尤其是冬天，就真的冬天开车真的是太恐怖的事情了。所以说呢，大部分的这个社交其实都是在网上进行的。然后至于本地人的话呢，可能现在接触的有几个邻居，就是会这个也是个蛮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我之前刚来的时候呢，去玩了一款游戏，那个游戏可能很多年前很火，叫 Pokemon Go， 就是抓那个宠物小精灵抓皮卡丘的那个。对，我那段时间我就在玩，然后呢，我有一次把我的那个神奇宝贝就放到我们这个社区的一个道馆里边了。然后有一天我们在那儿晃悠的时候，在转那个神奇宝贝球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邻居，一个白人男性就从他的房间里面冲出来，鞋都没穿，穿着袜子就冲出来了。他说：“你是不是叫 Steven？” 他说我老婆也玩那个，她在你的那个精灵道馆上看到了你的名字，然后就这样就认识，就非常非常神奇。然后他那时候还想学中文，因为我当时在我们社区贴了一个教中文的小广告，然后他说，哎，那要不然我来找你学中文吧，然后就这样就认识了，非常好的一家人。那你觉得如果作为一个不会讲法语的人，生活在魁省，在生活上、工作上，是不是还是有很多障碍和限制的？在生活，首先我们先讲生活。那你平时出去购物的话，我觉得加基诺还好吧，讲英文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是如果你说再去偏远一些的地方，那就不好说了。就是你去吃饭呀，去银行啊，或者是去买衣服什么的，还会有障碍的，是吧？我之前遇到过，可能应该5次以内吧，就是去一个超市，然后去买东西，然后我跟他问什么东西在哪儿，我当时是用英语问的，然后他们就会回我说，就是 I don't speak English。生活上一般没太大问题，然后但是如果你是想要办一些这叫什么，就是跟政府相关的事情，它有一个规定，就是哪年以后移民的，他只跟你讲法语，他不跟你讲英语。这就强迫你必须要学会法语。是的，我之前有过一次这个经历啊，当时是打电话给我忘了是给保险公司还是给什么的，还是给银行，当时他有一个号码说，哎，这个 For English Press 9，就是你用英语说话你要摁9，我就摁这个9，我等了将近1个半小时，没有人理，就是没有，他就一直给你放歌，没有人理。后来我说那没办法，我就试试法语的吧，我就打了那个法语的那个号码。虽然也没有很快，但是就是大概10分钟左右就会有人接。有人接之后，我就因为涉及到一些条款的问题，就是相对比较重要，然后也比较细节，那这个可能我的法语就不一定能够说得很清楚。我就跟他说，我就用法语说，我说est-ce que je peux parler anglais， 就是我能说英语吗？对方呢是这么回的，他说我会说英语。但是由于你播的这个是法语线路，所以我不可以跟你说英语。摆唠我不可以。对，我不可以跟你说英语。我靠，这真的是教条主义。他的那个是强制的，就是在那一年以后，根据法案，我就是不能提供英语服务给你。那你们在这边的工作，你们觉得这边的工作卷不卷？相比中国啊，当然中国这个卷的这个程度，尤其在一些一线大城市是比较出名的。那加拿大给了你了一些不卷的选择。就是说，在国内，像我以前在北京有工作过，那是你没有办法，就是你身边的人都在卷，那你只能是跟大家一起卷。就是如果你想不卷，那不好意思，那公司不需要不卷的人，对吧？是吧？对吧？哎，但是至少在加拿大的话呢，你是可以选择说，
我按时上下班，是吧？我周末休息，我生病了我可以请病假，然后我孩子什么我可以去选择陪孩子，我不选择来公司，它是可以的。中国人包括亚洲人特点就是，他想在工作上突出一下，表现一下自己，就有时候就自发的在这个环境的压迫下，他就会我要做的比我的同事更好一点。我们会有这种对比的这种感觉，我感觉老外他们好像缺少这个 sense。我觉得这个是因人而异，我相信。至少以我为代表的这种躺平人设的话是完全不存在的。我的这个认知是，只要我把事情做好，然后我满足了这个工作对我的要求，我对得起我拿的这份钱，我觉得可以了。就是你没有必要非得说我一定要赢过别人，或者说我一定要去超过别人，反正在我看来不是一个特别健康的一个社会应该有的。我也不觉得这个是一个必要的事情。毕竟现在工作也不好找，那其实你拿到这个工作岗位，你肯定是，比如说公司要裁员了，那你肯定是想稍微表现自己，然后保住这个工作岗位吧。但是我之前有听过别的一些说法，说反而在这种社会里边，那些表现过于突出的人。会引起其他人的不满，就是你过于努力了，你破坏了我们的团队合作，对，你破坏了我们的团队精神，反而你才是那个需要被裁掉的人。公贼。对。那你们觉得生活在那个魁省的话，你们更像一个外国人吗？其实，在你问之前，我没有认真思考过，就这个问题没有蹦出来过，就是我到底是哪里的人，就是我没有。特别明确的对自己做一个界定。对于我们一代移民还好，那我们肯定无论再过多久，我们认知都是中国人嘛。无论是饮食习惯上我们的胃，还是我们的接受的传统文化的教育，我们都认可我们是一个中国人。但作为第二代移民，像你有3个孩子，从小在这里接受教育，那他们之后可能就会面临着一个身份认知的一个问题。那他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认为自己还是一个中国人？他们这个状态有点复杂，因为我第一个孩子是在北京生的，所以他是持有中国护照的。然后第二个和第3个孩子呢是在加拿大生的，所以他们是加拿大护照。然后他们的名字也不太一样，第一个孩子就是中国名字，然后第2个、第3个呢他就是英文名字。但其实我起了中国名字放在 middle name 里，但是我回国又没有办法就给他那个什么，但是我是给他。进行了很多传统文化和中国中文，包括这些东西的熏陶的，包括我本身其实因为爱好的关系，也是做了很多，比如说各种演出啊、表演啊，其实很多是从中国过来的。我是非常希望把这些文化交流出去，让大家能看到中国好的一些亮点的一些东西的。然后为这个我也做很多努力，然后同时也希望我的孩子也可以鼓掌也可以有这个机会。他不是一个孤岛，他不是光了解魁省，他可以看到更多。你像我女儿，她其实可以看中国小说的，就她一旦认字了，她那个我就不用再对她进行渗透了，她自己就可以去尝试探索了。然后关于语言，我还想到一件事儿，就是以前我一直觉得语言可能是限制一个人自我认同的一个事情。比如说我生活在加拿大，我不会讲英文，我也不会讲法语，那我可能觉得我是个加拿大人的这个认可度就会降得很低。直到有一天我是这样理解这个问题，比如说我是个聋哑人，我听不到，我也不会讲，我任何语言我都听不到，我也不会讲，那我就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我会说我不是加拿大人，或者是加拿大人，就这个语言对他的影响是有的，但不是全部。你最终这个文化认同也好，这个哪里人的认同也好，其实还是自己心态上的一个观念，跟语言没有那么紧密的关系。所以我不太认可说，由于我不会说法语，由于我不会说英语，我就没有办法融入这个社会或者成为这个人。这个。我觉得你说的对，语言它是一个媒介，最深层的还是价值观。我认可加拿大的这个价值观，所以我就是加拿大人。因为你们生活在法语区嘛，你们会努力的尝试想去接受和融入他们法语区的这种价值观吗？甚至说你的下一代，你会让他们去尝试融入进去吗？让他也成为一个骄傲的魁北瓜？他可能本身已经是个骄傲的魁瓜。这个事情是这样哈，就是首先孩子他想要
有什么选择，这个是他的事情，其实跟我没有关系，对吧？但是我的选择是跟我有关系的。对，那可能我这辈子都无法成为一个骄傲的魁瓜了，因为确实我可能对这片土地的感情没有那片土地的深，对吧？但是我的孩子他成为什么，这个完全是他们的自由，对吧？但是作为家长来讲，给他平等的多元的这种接触的机会，这个是我致力于做到的。我更希望我的孩子和我的将来我的这个家庭是一个互相理解、融入，就是包容的这么一个状态。对，我记得我之前听过一种说法，他说美国呢是一个文化大熔炉，就是各个不同的地方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来到美国，最后他们都会融在一起变成美国人。对，而加拿大呢，它是一个文化的马赛克，它是允许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保留了自己的国家的一部分的文化，最终组合拼成了加拿大的这么一个文化版图。你这个讲法是很有意思的，第一次听。文化我觉得是一个互相理解的过程，就是你觉得你的文化好，他的文化不好，或者是有这种观点，其实就是因为你不知道，然后你会恐惧，你会觉得可能他会把我的这个搞没，或者我会把它其实不存在。其实如果你互相去了解之后，都是可以互相理解的，就是对我不一定要变成你那样，但我是非常接受你是你这个样子，对吧？我非常赞同这个观点，因为我觉得所有的矛盾和冲突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相互不了解。我们虽然是中国人，我们来到你的土地上，但是我一个开放的姿态，我愿意去学习你的语言，我愿意去了解你的价值观，我愿意去了解为什么你想成为魁北瓜而不是成为一个加拿大人。那我觉得我们跟他们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也是可以做邻居、做朋友，都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对，我觉得这个状态求同存异，对吧？天下大同，我一下就把这给拔高了。那最后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让你们再选一次，你们来加拿大，你还会选择居住在魁省吗？我应该还会选择在这儿，因为说实话，我这人躺平得很舒服。我应该也会，因为当时那个是我唯一的选择，不然我的孩子就没有幼儿园上了。所以你就是在魁省的这个生活的经历，你们目前是还挺满意的？对，至少蛮喜欢这个地方的。还不错。OK，感谢大家。好，今天结束。感谢。